扬声器、单摄像头、3149毫安时电池，不支持实体 SIM 卡，很难想象这些缺点会集体出现在一台售价7999的手机上面。抛光钛合金中框，5.6毫米机身，重165克 ，A19 Pro 芯片，又印证了它是一台有点东西的 iPhone。iPhone Air 还值得买吗？你纠结，我也很纠结，所以我以身入局，一台港版 Air， 一台国行 Air， 消费。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解决所有 Air 的问题。可能和很多人不太一样啊，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Air 的。等做完节目之后，这台 Air 我就留着自己用了。没办法，我们这种用妹子的你不懂。但对于屏幕前的你，我觉得你可以抛去实用主义，我们来看一下苹果想在 Air 身上使点什么。iPhone Air 这个产品很特殊啊，不是大家不想要，是不敢要。前有三星，后有华为，也想做自己的 Air。还有些小伙伴还不了解啊 ，Air 是 iPhone 这8年来最激进的产品，它极致薄、极致简化，但是这种轻薄和廉价完全不会联系在一起，甚至让 iPhone 独特的液态玻璃显得更加灵动。我可以先给一个我的感受 ，iPhone Air 其实并没有因为轻薄无限的牺牲，我觉得它还是有起码80%的 iPhone 体验的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那看起来最明显的牺牲就是这个摄像头啦，只有1颗。我明白了，多摄里面拼不了第一，来争夺拍照最强单摄手机来了。咋说呢？苹果比较特色的功能和风格都有，就比如说 iOS 庞大的滤镜软件，还有新的前摄，依然支持风格滤镜、超模的空间音频录制。如果不强需求长焦 ，iPhone Air 的拍照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差。你说 Air 没有长焦，那 Air 还说你只有盗版带子呢？哦对，只有1颗摄像头，是不是停车场缴费码都扫不到啊？我帮你试了。好消息是最远扫码距离只比 iPhone 17 Pro 近了一点点，坏消息是只能跟苹果比。如果这样的拍照都没有劝退你，好，那你是一个合格的果粉。那我想跟你聊聊我认为的 iPhone Air 是怎样豪放的一个手机。iPhone Air 是苹果这几年难得的设计优先，而不是供应链优先的机型。一块悬浮的玻璃板就是它的设计理念，背面没有任何多余的杂质，连整个背板的玻璃就是一整块切割的，甚至跟 iPhone 17也不一样，没有撞色的设计，所有的变化都依靠镜面、磨砂还有厚度来构成。而且这么超薄的机身，苹果还是贴心的加了一个小小的弧度，就把钛金属的光泽给强调出来了。而且手感，我负责的说，是吊打三星的。这么精致的外观，如果不是欧盟拦着，估计苹果就把 C 口也去掉了。毕竟才 USB 2.0 是吧？保不准没有 AirDrop 快呢。6.5英寸的屏幕更接近之前的 Plus， 而不是标准版。灵动岛下移了一些，仔细看的话 ，Air 的前摄是在左边的，其他的机型都是靠右。结果现在 Air 微信截图居然还有黑边，支付宝还会被遮挡搜索栏，美团会挡地址。看到有些小伙伴说 Air 得卖4999，那毕竟追求极致是有代价的，可能对你来说一文不值的质感，对有些人来说就是世界只此一款的孤品呢。你说对吧？没有3580买 Pro 7 Plus 的那位，哦，原来是我自己呀，那没事了。总体来说，这块算是开了一个好头啊！既然苹果给 Air 上了 A19 Pro 芯片，是阉割的，但也得拉出来66嘛。结果是意料之外啊！虽然这么薄，但是很高亮度，看2个小时 B 站 4K 视频，耗电19%，完全在可以接受的水平。我玩50分钟 LOL 手游 ，iPhone Air 居然只是微微发热，远远没有达到烫手的级别。原神平均帧率59.3，平均功耗仅仅3.3瓦，可以说这个能效是真的有点极致了哦。但人家电池是你2倍的，那没招了，2个小时。耗电量就去到了50%，远超同行。好吧，性能我们还能期待一下，续航这一块是真得相信化学了。iPhone Air 的主板已经被微成了这种形状了，电池也还是超模不上去，连制动马达都压缩到极致了。我舍不得拆掉这个艺术品啊，用建模来意会一下，只有这么一喵喵，不过效果倒是很不错，打字震动很干脆。日常来电话的时候，震动强度也很够劲儿。为了应对续航的压力 ，iOS 26的电池管理有一个新功能，叫自适应。效果嘛，我只能说自适应程度高的果粉不用担心。至于其他人，希望你的妥妥用一天是亮屏时间只有4个小时吧。被驯化之后，在家里面放 MagSafe 上面，出门在车上补一点，到工作室又放在 MagSafe 上面，一天下来，真正意义上的完全脱离充电线的时间，可能还真没有4个小时。说长一点也不长，说短，客观来说，这个续航也比 iPhone 16长。
扬声器也是有点重量级。好消息是横我不会挡声音，坏消息是不挡也没事儿。又一个好消息是，如果你习惯刷竖屏短视频，还是能看的。在飞云之上，别为忘了自家，在耳边说话，叫我别烦心那些痛与怕。Steam，每天就知道 Steam。Steam，每天就知道 Steam。iPhone Air 是一台完全 eSIM 的手机，这一次3大运营商都支持了，但是发卡方式相比起国际主流还是麻烦一点。一句话，得亲自带着身份证和 iPhone Air 去自营营业厅办理。我先去试试水哈。刚签收手机，我就直接来到营业厅这里了。目前 eSIM 比较稳定的还是联通啊，像我今天来的这一个营业厅呢，它是一个比较小的，它只有2个柜台。那办理 eSIM 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步骤呢？走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整个过程比我想象中的要快很多很多。总结来说，原先实体 SIM 卡的套餐可以转成 eSIM， 暂时不收手续费。一台 Air 只能同时开通2张 eSIM， 下一次再办的话，每个月只能新办2张。其实基本就是跟实体 SIM 卡对标的，办卡方式还要麻烦一点。要想想看，连实体 SIM 卡都可以寄过来了。哦对，注销的话只在手机上面关闭，不等于消耗，要在 App 或者是到营业厅去办理。如果要更换 eSIM 的手机，同样也要把新手机加身份证亲自带到营业厅。3大运营商魅力时刻了，说是。担心出国的小伙伴，只要你的定位去到国外了，隐藏技能就会解锁。你可以使用当地的 eSIM 发卡商给你空中发卡。至于版本问题嘛，不过我不知道国行 Air 要不要抢啊，反正港版是没啥人要的，直接到香港的 Apple Store 直营店，不用预约，进去买了就走。港版相比国行多了 AI， 实际上能做到的不多，甚至不如国产品牌的 AI。本地的 AI 功能就更图一乐了，相册里面的智能消除效果是这样的。不过呢，港行的 Air 也不能用内地的 eSIM， 曲线救国的方式是安装境外的 eSIM， 再漫游回来用，可是费用也水涨船高啊。我也整理了一些热度比较高的套餐，大家可以按需选择，短期体验的话可以考虑。虽然涨的变化真的非常大了，但是我觉得它真的还是一台旗舰，并没有妥协。苹果认为最重要的那些东西底线还是守住了，并没有理所当然的妥协震动、妥协拍照或者是游戏体验。你不需要太担心 Air 会牺牲过多的东西，基本上所有的缺点都是显而易见的，这一点非常好。因为现在有很多手机的缺点，你不用一段时间是很难知道的，而 Air 多半会给你惊喜。其实我很开心啊，苹果愿意做出 Air 这种冒险。虽然库克上台之后一直被喷过于保守，但是也有 5C、XR、Mini 到现在的 Air 这种小众的尝试，即使最终的命运大概率逃不掉被优化，但依然在一小撮人的心中留下了印记。我觉得 Air 这样的机子就注定肩负这样的使命，探索、有争议、被喜欢，最终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